我叫陆清晨，穿成了一个入赘将军府的纨绔赘婿。原主不仅软饭硬吃，还请了满京城的花魁10几个青楼女子，在将军府后院寻欢作乐。一时玩过了头，直接把自己爽死了。好歹我生前也是个首富继承人，顶级战略分析师，能文能武，天赋惊人，居然穿到这么个玩意儿身上。原主的老婆可不是个善茬，作为将军府独女，不仅守过军权，还是长胜不败的女战神。要是让她回来看到这一幕，陆清晨，你现在不过是入赘沈家的一条狗，竟敢把那种浑身脂粉味的脏货领进将军府后院！陆狗，看清楚这上面的字，签了它，滚回你那被满门抄斩的陆家去，别在这里碍了将军的眼。连外来的狗都能进来乱叫了。你这入赘的废物，说谁是狗？来人按住他，就算掰断他的指头，今天也得在这和离书上给老子按出血印子来。在原主记忆里，女战神这些亲戚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尤其是这个徐望妃，早就惦记女战神，拿捏将军府家产，这不每时每刻都想让原主走人，自己好上位。徐良，比起我的荒唐，您私自挪用府里2200银去填堵方兰帐的事，是不是得先操心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陆清晨，你满门抄斩的绝户余孽，除了在这摇扇子吃软饭，你还学会编排长辈了。急什么？这和离书上的墨迹还没干，你挪用公款的口子可已经烂透了。哼，是吧，徐望妃？是将军，将军回府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魏夫的胆子很小的，可经不住夫人这么糟蹋。况且今日穿这身麒麟甲的夫人，更是硬姿飒爽了。只是这枪尖太冷，容易伤了夫妻和气。和气，带一冲长技入府，这就是你说的和气。还有你们，陆清晨在废物也是沈家的赘婿，轮不到你们拿和离书来叫嚣。滚回你们的偏院，账房的事，我稍后自会去查。至于你，来人把他丢进后院柴房关着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房门半步。哎，不是，有意思，原主常被关的柴房居然还有摇椅。哼，看来这沈家蹊跷的很啊，就连原主的死都不是表面那么简单。毒死的！身法太慢，刀艺太乱，只是哪家派来的业余选手？你这种只会摇扇子讨好女人的废物，竟然会武！这柴房关不住你，你竟还有心思讲究这些？哼，莫非是觉得
白天对我太凶，晚上想来补偿我。呵呵。还是说，其实一直暗中保护我，怕我这花瓶碎在柴房里？陆清晨，闭嘴！看来得尽快发展实力自保。陆清晨，你去死吧！谁？好汉饶命！我只是这么晚还带着火油桶惦记我，徐王妃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本娘们，你这只会躲在惊鸿群底吃软饭的烂泥，怎么会？与其想着烧死我，不如先想想，若是沈惊鸿知道你不仅挪用公款，还暗中将将军府的城防图卖给了黑市，你这颗脑袋还稳得住吗？怎么可能知道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今日的事你最好拦在肚子里，否则是。现在的京城之中，情报才是最值钱的筹码，而我现在的处境，也是最需要情报的。正好，生听我解释，我们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哈哈哈哈！别装清高了，今天达成协议，明天你就是我们盟友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爹是户部侍郎，你敢动我，明天就让你死无全尸。户部侍郎？哦，你有种别跑！你等着我爹来收拾你！带我走！那赵公子吃了这么大的亏，明日必来寻仇，我活不过明日。行啊，想活命就跟着我。您打了赵公子，我这小店可经不起折腾。您还是这楼我买了。我这听风楼可是100年老店，地气房气可都。买的不是楼，而是你这儿的烂摊子。生意冷清，姑娘跑了大半，欠着外债，还刚得罪了户部侍郎，除了我，谁敢接？这些够你还债，再找个清静地方安度余生。楼归我，你走人。从今往后，你是这里的常侍，招牌换了，装饰翻新，姑娘们不用卖身，学会察言观色，陪人说话就行。这走路的姿态，宫中禁卫，不对，
腰更软些，室内失省的人。看来皇宫里的逼得很紧啊。不错。这些是你筛选出来的？按楼主吩咐，挑了几个机灵的姐妹，专陪那些官员富商说话，这是这几日记下的。这人的话，你们怎么套出来的？那位大人喝了酒抱怨同僚，我们便顺着他的话骂了几句，他一高兴就多说了。错了，骂人是最笨的法子。抱怨同僚，你要做的不是附和，是替他委屈。然后不经一问一句那位大人这般行事，就没个把柄落在您手里。他喝了酒，又觉得你贴心，自然会抖落出来。慢慢来。将军户部那边咬死了不放，说圣上有旨沈家军的军饷，下个月就断了。我知道了，再等等，我想办法。将军，要不您去求求圣上，毕竟您刚打了胜仗。求？拿什么求？拿我沈家300口的人头求。卡沈家军的粮？哼，冲我还是冲沈家？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这背后的人还真是心急啊！还来？这一身素净的，倒像个待字闺中的小娘子了。有事？夫人，为夫手头紧，讨几个零花钱。陆清晨，你整日无所事事，还有脸伸手要钱？夫人这话说的，我这不是在府里好好待着吗？夫人昨夜那么晚还在议事，为夫心疼，想出去给夫人买点补品。这府里的茶，怕是不合夫人胃口。不用。夫人，就一点，再帮帮我吧。沈家的脸面，总要顾着些。夫人，账簿这东西得仔细看，翻到后面比前面有意思。还有，茶凉了就倒掉，别舍不得。将军，您一夜未眠，老奴给您换了新茶，提提神。茶送到了，接下来就看夫人自己的了。一下这几日撑得紧，边关的折子压了一道又一道，怕是又要打仗了。打什么仗？库里那点银子够干什么的？哟，这不是将军府的赘婿吗？今儿怎么一个人摊着，没带几个花魁来助兴？叫的这么响，是沈家的软饭太香缠着你了？生来漕运改道，盐铁之力至少折损30%。别说你们算的账不对，去年南边水患，粮价本就虚高，拿今年的平稳市价去套去年的损耗，这不是糊弄鬼吗？那看来你也不怎么样。怎么，你找的不是我吗？
浩运改道，表面省300里。楚大才，你说的头头是道，怎么自己穷的连身心衣裳都穿不起？就是，懂那么多有什么用啊？总比某些人堂堂男儿靠夫人养着，还有脸四处晃悠，国之蛀虫。咋的？不吃你的软饭？楚心，户部清官之女，现在有宫里人要杀我，沈家军粮也被卡，我的零花钱都少了，倒是可以用一用它。米铺赊账明日到期，房东催了3次，算得清漕运大账，算不清自己明日吃什么。楚小姐不必惊慌，深夜叨扰是想谈笔生意。你想干什么？这是什么记账法？赏花会上，你说漕运改道折损30%，说他们拿今年是价套，去年损耗是糊弄鬼，一字不差。城有座听风楼是我的，我要你以它为起点，打通漕运、粮道、盐铁3条商路。你的命，你的财，都归我。再没有你算不清的账，也再没有你付不起的米钱。这是与虎谋皮，我若抓不住这机会，连与虎谋皮的资格都没有。好，这密报递上去，明日就是抄家灭门。这个阴气的人是狄飞，救我！10年前陆家军相案，你父亲楚怀原因一份密报获罪，满门抄斩。但是那份密报上的暗文和今日这册上的一样，所以你认定我与害你父亲的人是同伙。可若我真是那人，为何把刀柄递到你手里？当年那份密报是诬陷陆家军的伪证，你父亲被人当了刀，所以害陆家清白，也还你父亲公道。我父亲没有背叛朝廷，他是被害死的，想报仇就活着，活成一把刀。楚心愿为阁主，笑死。这间改粮站驻守南边新米，隔壁2间打通社库房，驻守码头租3个坡位。楚姑娘，这动静太大。漕运改道后，新河道粮价必涨30%，现在不蹲，等米价飞了再买。九州阁的银子每一文都要生灾，谁亏了，自己走人。九州阁7日收购粮铺3间，打通漕运关节2处，月底银子可翻3倍。这个楚心表面刚正不阿，内里对数字封成这样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银子有了，人有了，接下来就该看看宫里那位有多想要我的命。
沈家，大清朝唯一的镇国将军府，可沈家军连军饷都快断了，他们怎么可能拿得出千万两白银建九州阁？阁主到底是谁？是沈家人，还是有人借沈家之名图谋不轨？副阁主，天亮了，今日几家商号的东家想求见您，对对账目。退掉，让他们自己查清楚了，再来找我。去查一下沈家的人今日都在何处。将军一早便去了城外大营，与那位吃软饭的赘婿陆清晨，听说今日去了灵湖水榭的诗会。哼，大营进不去，那就去会会这位京城第一花瓶，我倒要看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陆家满门抄斩，他还在这儿摇扇子吃沈家的软饭，心安理得地当个花瓶。沈惊鸿莫非是瞎了眼，才把这种丧家犬供在府里浪掷千金？那是陆清晨，我记得陆家被满门抄斩了吧？哼，这蠢货竟还在这心安理得的瘫着，我真是只断了脊梁的狗。沈将军在边关拼死拼活，他倒好，在这儿醉生梦死，靠着女人养活，还四处招摇。诸位说的极是。陆清晨这种败家赘婿，靠女人养着还四处招摇的丧家犬，毫无男儿骨气，简直辱没门楣。楚姑娘骂得真哑，不过与其操心我的脊梁骨，姑娘不如多操心家里的米缸，毕竟光靠骨气可填不饱肚子。烂泥扶不上墙。哼！盯着我的人变多了，连将军府都不放过。陛下，边关将士缺役少粮，兵器损耗严重。若在吴军相拨下，一旦外敌入侵，沈家军拿什么挡？沈将军，国库空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况且沈家军战功赫赫，民间多有私产，何必非盯着这点军饷不放？我府上的银两已经全部换成兄弟们的安家费，哪还有多余的银两？行了，朕累了。军饷的事容后再议。退朝。楼主，正如您所料，皇帝今日密会了3位重臣，萧兵权的旨意怕是已经拟好了。现在的军饷只是第一步。想拔了沈家这根刺，这老皇帝胃口不小。沈家这棵大树要是倒了，我这软饭也就吃到头了。既然你们想拆我的台，那我就先拆了你们的房。找我。身手不错，可惜选错了主子。清晨那个废物赘婿根本不会。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不必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知道派你来的人，让你来送死。杀手阁韩刃7岁入阁，训练了10年。你们那个头领用千机毒控制你，每逢月圆毒发，痛不欲生，对吗？你如何知晓？今夜的任务成了如何？败了又如何？成了，你替我人头回去复命，下次任务继续服毒口活。败了，你死在这里。那又如何？我本就是死士。死
死士是为主孝死，不是被主子当成号才用完即弃。你那位主子给过你半点尊重，给过你活路。你月圆毒发时，他在哪儿？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可曾给过你半分活路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能解你的。千机毒无解。那是你领头告诉你的，他当然希望你相信无解，这样你才会乖乖替他卖命一辈子。这是半月衣服可压制毒性，3月之后毒根尽除。你为何帮我？我身边缺把刀，而你还凑合。就因为我还凑合？不然呢？因为你长得好看，因为你命苦。我不会用毒药逼你卖命，我只谈交易。我给你活路，你替我做事，干净利落，各取所需。叶寒儿，从今往后遵你命。陆清晨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听错了。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奴婢只知接头人每次不同，但都提及陆家旧事。他们似乎对当年陆家案底细极清。陆家旧事，藏了这么久，终于露尾巴了。要顺藤摸瓜。不必，先收点利息。他们的财库设在何处？城西老槐树巷，白银数百万两，守卫20余人。走。这得多少？够养3万兵马3年，看来他们图谋不小。主子，如何处置？物尽其用。把你的礼搜出的，记着银子流向，射击几个商号及京官。很好，有这本账，他们藏不住了。分3路，100万两拨给你，作为墨染堂的启动之资，剩下送给一个人。谁？我那位好夫人。老天爷下银子了！都退后。这是把这些箱子全部打开。小姐，这都半夜了。现在。都退下吧。陆清晨。哟，夫人深夜来访，是想我了？库房凭空多出数百万两白银，你可知情？数百万两，夫人，你们神府这是发了？我在问你话。夫人，我一个废物赘婿，连月钱都要找你讨，哪知道什么白银？哦，这个啊，方才睡不着，在院子里躺着，桃花落了一身。怎么，夫人喜欢？明儿我给你摘一筐。你知不知道，库房里也有一片这样的桃花瓣？那感情好，咱俩心有灵犀，连花瓣都成双成对。夫人，你当年敲晕我入赘的那一手劲儿，我可是记忆犹新。不如这样，这莫名其妙多出来的钱，分我点儿，我去买个消肿药。一个纨绔废物，怎么知道是我敲晕的他？干的是明日再说，早点睡。好的，夫人慢走，梦里见哦。出来。堂主，宫里来人了。之前到曲银两仪是惊动圣上了。主审官是长公主之女，郡主柳如烟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边境告急，
命镇国将军沈惊鸿即刻启程御敌。沈将军接旨吧。臣沈惊鸿领旨。沈惊鸿此时去边境，又命郡主彻查库营被盗，陛下究竟想做什么？您果然没猜错，边境急报。沈家军于北地苦战1月，朝廷却不发粮草，你快撑不住了。沈惊鸿还在前线死撑，再拖下去，城就守不住了。堂主，朝中有人盯上咱们墨染堂了，还有柳如烟还在查偷窃一事，明面上是查案，暗地里盯着的是将军府的人。将军府为什么都盯着将军府？有意思。先把京城的暗线都撤回来，柳如烟继续盯着，别让他碰将军府。至于边境，堂主，这是户部司下敦的军械，专查沈家军的那批。很好，物归原主。走吧。将军，宫中守的箭矢快用尽了，长矛也折了一半，再守1个时辰，援军就到。偏要亡我沈家军吗？又是花瓣。沈家军杀！桑军阵破了！哈哈，沈惊鸿，今日就是你葬身之地！哈哈哈哈！是刚才的人。沈将军若只有这点本事，这大庆的江山还是早点亡了的好。拿好枪，别死在我前面！管好你自己。我一包抄，右翼截断退路，跟我冲！这近乎病态的残忍预判，简直比敌军更像一尊令人胆寒之修罗。愣着做什么？跟上！这是北地将领，终于被打倒了！我赢了！究竟是谁？府里的东西，此人怎会有？阁下马鞍上的荷包从何而来？路边捡的。捡的？倒巧，与我府上的样式一般无二。沈将军多心了，这是上香寺之物多了去了。阁下为何不敢让我看个仔细？沈将军，男女有别。这陆堂主的一举一动，竟与那废柴赘婿如出一辙。待我回府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你，陆清晨。哟，这不是我那威震边关的战神夫人吗？这灰头土脸的样，莫不是打了败仗回来寻我撒气的？啊，清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本将军这是要恩将仇报！阁下恕罪，是我认错了人，冒犯了。之后将军府会上门赔罪。哟，夫人这仗打完别人，开始打自己人了。对着救命恩人动粗，算是忘恩负义，还是气得不分敌我？我看哪儿不过是心虚吧。哈，别动我啊！动得再厉害也咽不住那点怨气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拍拍背，回头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。这将军当的可真够威风的。闭上你的臭嘴！本郡主倒要看看京城谁家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大街上公然行凶。
金红，你这一枪是想让本公子下辈子连这口软饭都吃不消吗？这世间竟有如此绝色！沈惊鸿，既然你不珍惜这般美人，那就别怪我把她抢走了。包围神府，抢人！出来接客！柳如烟，你带兵围我将军府，是想造反吗？本郡主是来送温暖的。瞧瞧你这副模样，满身风尘，一脸寒霜，活像块木头。也难怪你那位赘婿要往外跑，谁愿意跟木头过一辈子？你说什么？哼！我说你是不懂风月的木头。陆公子那样的角色，跟着你抱残天物。为本郡主来，金山银山随他搬，绫罗绸缎任他挑，本郡主为他吃最好的软饭。你再敢往前一步试试？红袖探明长公主早已不问世事，那这出战损失，定能让这位郡主麾下的1000名精兵成为我手中最听话的刀。既然郡主殿下满心想要抢人，那这只精锐我就顺势笑纳了。来啊，刺啊！本郡主倒要看看你沈惊鸿敢不敢动长公主府的人。你以为我不敢？郡主见笑了，那次脾气急，都是我的错。陆公子，你的手。夫人，收枪吧。郡主是客，将军府不能失了礼数。你让开！夫人，我知道你不喜我，可今日若真伤了郡主，将军府如何向长公主交代？我不过是个身份低微的人，命不足惜。可你还有麾下的将士需要你守护。他明明在用自己的命护着那个不懂他的女人，他心里该有多苦。郡主厚爱，陆某心领吧。只是陆某进入坠神府，便当守神府的规矩。夫人待我其实很好。他是在暗示我，他在神府过得不好，那个女人对他不好，可他身为赘婿，身不由己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沈惊鸿，你看看，堂堂7尺男儿，被你逼成什么样了？柳如烟，你发什么疯？哼，我发疯，是你有眼无珠。本公子这样的角色，你不知珍惜，还整日冷脸相对。他为你沈家忍辱负重，你却当他是废物。陆公子，你的苦我懂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。收兵！郡主，听不懂吗？本郡主说收兵。今日就当我没来过。陆公子，你等着，终有一日，本郡主会让你堂堂正正站在阳光下，吃这世上最好的软饭。陆星辰，你方才那些话是真心还是假意？夫人，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问这个？要不先给点银子看大夫？我再问你话。真心如何，假意如何？我一个废物赘婿说的话有人信吗？陆公子，瞧瞧，这都第几回了？堂堂长公主之女，竟上赶着给个绝户鱼捏送浇头。谁说不是呢？当初靠着入赘将军府保命，如今又钓上了柳郡主这位财神爷。卸货，就搁门口。堂主，柳如烟又来了，今日送的是南海珍珠，蜀锦白匹。收着呗，不要白不要。可外头传的难听，说两女争一夫，沈将军脸面都丢尽了。
无所谓。随他们说去，朝中那些人什么反应？堂主所料，他们坐不住了。这几日已有3批人暗中联络，想借郡主的手除掉沈家。终于露头了，继续按照计划执行，别的不用管。是，堂主，今夜潜进来的老鼠有17只，一只不留。堂主，这封信，他们不是冲沈家来的，是要借柳如烟的死，逼沈家造反。传令听风楼彻查，我要知道到底是谁在背后下棋。今夜这些刺客手法干净，目标精准，和当初那杯毒酒如出一辙。先去听风楼。楼主，查到了。当初毒害陆清晨的鸩酒，与您的猜测一致，源自宫中。下毒之人虽已灭口，但银钱流向、药材来源、种种线索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地方。王家，而且时间线对得上，陆清晨中毒那日，恰好是边关大捷、圣上龙体欠安的日子。只是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查那个废物赘婿？难道楼主跟沈家有什么关系？原主的死果然是宫里动的手，可他们为什么要杀一个废物赘婿？除非……今夜必须把陆公子抢出来，本郡主忍够了。郡主3更半夜抢人，这出了事，本郡主担责。有埋伏！哼，这个死法，沈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你们想嫁祸沈家？走。你是谁？你可以叫我陆阁主。郡主又来送温暖了。扇子上的图腾倒是别致。哎，路边摊买的，郡主喜欢送你。昨夜救我的人，是你对不对？我一个废物赘婿，连鸡都不敢杀，还救人？堂主，今夜来了23只老鼠，比前几批更狠，用的都是见血封喉的暗器。老规矩，一只不留。你的扇子呢？哎呀，我的宝贝扇子！我就说那黑衣大侠抢我扇子去杀人时，怎么折断了声音那么脆？黑衣大侠，陆清晨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哎，夫人，你真误会了。刚才我在摇椅上打盹，突然冲进来个蒙面人，那是听风楼陆楼主的跑腿小弟。他跟我说，陆楼主看我这软饭吃的窝囊，特意派他来帮我清理门户，顺手就把我这把富有风雅的扇子给顺走了。你这种废物，怎么会认识那种人物？夫人有所不知，那陆楼主也爱吃软饭，呸，是也爱看戏。我常去听风楼晃悠，一来二去，我就成了他在沈府的编外小弟。最好是之后莫要再和这楼主有纠葛。现在滚回屋去，
剩下的事我来处理。夫人，我这就滚去睡觉。柳如烟刚走就来刺客，估计他今晚还得被刺杀一次。他若死了，将军府也跑不掉。多谢。举手之劳罢了，还望郡主记得，欠我2条命。果然都是你。陆楼主，深夜翻越我沈家院墙，是想找死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好快的身法！这种身法，放眼京城绝无尽有。为何他对我沈家如此了如指掌？难道是来找陆清晨的？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暗杀接连失败，沈家军在边关竟然还能拿到补给。陛下息怒，如今沈家在京城根基渐稳，明着动不得。但沈家私产商号遍布京城，若是能断其财路，传朕旨意，沈家勾结叛匪，挪用军饷，即刻封锁沈府所有在京产业，没收家资充公。陛下圣明。楼主，宫里动了。旨意一出，不出2个时辰，禁军就会围了沈家的商铺。既然这位皇帝坐不住了，非要赶紧杀绝，那我就送他一份大礼。通知楚心，该动手。是。看来阁主已经等不及了，这大庆的天下该换个活法了。楚姑娘，您这九州阁真是好气魄，这京城大半的存货可都进您的库了。告诉其他分号，凡是大庆国境内的盐粮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是，我这就去通知我那些老友。楼主暗探已查实，当初王佛领到的针灸，确实是从御书房直接拨给总管太监的。不仅要沈家倒台，还要原主这个唯一的陆家血脉死绝。皇帝啊皇帝，你这心病藏得够深。确认了真相，剩下的就是让他自食其果。朝廷那边查抄沈家产业的情况如何？沈家勾结外贼，证据确凿，还陛下口谕：沈府在京产业悉数充公，违者杀无赦。哎呦，将军，大人们也是按规矩办事，咱们沈家一向清白，就让他们搜呗。陆清晨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的很清楚。拿了沈家的钱，总得拿点利息来换。官仓失火，他可是京城的命脉，所有人随我回去救火。官仓守备森严，怎会突然失火？哎呀，天干物燥，大概是老天爷看不过眼儿，想给咱们这冷清的沈府添点火气吧。将军，米铺的存粮撑不过3日，市面上的粮价突然翻了5倍，咱们没钱，根本买不着。皇帝这是要活活饿死我沈家军！别急啊，夫人，这世上总有送上门的软饭，说不定一会儿就来了。这路赘婿真是命好，这是郡主送过来的吧？陆公子，这是我家郡主的一片心意，还望收下。收下，陆某一定收下。麻烦帮我在郡主面前美言几句。
楼主，柳如烟送来的这批物资里，有3箱寺内库拨出的赤金，还有大批特供军粮。皇帝封锁沈家，柳如烟却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送礼，真是帮了我大忙。叶寒儿，传令墨染堂精锐，连夜将这些金银送入熔炉，抹去皇家印记，通通熔铸成九州阁专属军饷。对了，熔铸的时候留1-2块不动。是，那粮草呢？上普通的粗布麻袋混在九州阁的运粮队里，天亮前必须送达沈家军秘密大营。这成色是顶级内公粮，袋口压着九州阁的火漆。九州阁那位神秘阁主真是大发慈悲，朝廷卡咱们脖子，他们竟肯冒着杀头的风险雪中送炭。给侦查！沈家在京城的铺子全封了，为什么边关还传来有人送粮的消息？陛下，是九州阁送去的粮食，市面上所有的余粮都被九州阁垄断了。微臣带人去查，却发现他们的账目滴水不漏，甚至连国库拨出的部分税银都被他们通过商贸手段吸走了，连朕的禁军都快养不起了。这九州阁是要掏空朕的大清吗？九州阁捐赠，这色泽与柳如烟送来的那一批竟然一模一样。九州阁送去的粮食，里面竟然藏着长公主府的金子，而这些金子分明是柳如烟前几日抬进将军府，指名道姓送给陆清晨的饭钱。神秘送粮人，九州阁阁主，墨染堂刺客，还有我那个整日只知道瘫在摇椅上的赘婿丈夫。陆清晨，你是九州阁的人，还是听风楼的人？也罢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做什么。京城9成以上的现银已被我们抽干。皇帝为了填补空缺，开始疯狂印发毫无底蕴的宝钞，不出3日，大庆国库将彻底崩盘。狗急跳墙，皇帝现在肯定盯上了九州阁，你小心一些。是，多谢阁主关心，小女子一定注意。堂主，禁军已经开始秘密集结，恐怕今晚就要对九州阁名下的商号动手。这么快，那就收网。舒心，带上账本去听风楼，我要亲自会会那位在背后的人。这种杀气是沈惊鸿。深更半夜，陆阁主不在九州阁算账，怎么翻进了我将军府的后院？沈将军，别来无恙，在下只是路过。路过？那这些日子送去边境的军粮，也是你路过丢下的？送给陆清晨的那袋金子，为什么会出现在九州阁的粮袋里？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料子，整个京城只有我有，那是我亲手赏给陆清晨的。沈将军饶命，在下只是走错路了。至于那些事，我确实不知情。走错路，翻进我沈家内院，直冲我夫君的卧房，陆阁主这路带的挺偏啊。不知情，九州阁这么大的势力，阁主是不管的吗？
将军说笑了，在下乃是一介商人，九州阁的事我确实不知啊。果然，专门留下没被熔炼的金子就是好用。差点被那女人当场炸成糖葫芦。阁主，陆清晨。大晚上的，为什么你还在？那个能算尽天下账目、反手覆灭大清经济的人，就是那个废物赘婿。算账你再行，看人你还得再练练。楼主，皇帝疯了，已经下令禁军全城搜捕，楚金已带人潜入地库。神府那边呢？沈将军已率部封锁街道，暂时无人敢动神府。传我口谕，听风蝼蚁、九州阁臣墨染唐散三大势力化整为零，全部潜入地下。大清的血已经流干了，剩下的让那老皇帝守着他的空壳，江山慢慢熬吧。这件事一定另有乾坤。原主虽然荒唐，但醉酒非礼沈惊鸿这种自寻死路的事，逻辑上根本说不通。洪秀动用所有暗桩和查陆清晨入赘前在那个宴会发生的事。楼主，当年五皇子确实下过催情猛药。本意是想毁了沈惊鸿的名节，强去他，夺得兵权，但不知为何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上床的人成了陆清晨。将计就计嘛，原主就一个没什么胆子的纨绔，怎么敢觊觎有权的女将军？陆父把原主踢出陆家是为了保原主的命，陆家部分兵权，怕是跟沈惊鸿做了交易。主子，皇帝的朱红玉笔已经批下，禁军校尉正带着封条往沈家赶。来不及了，这世上能接住这滔天权势的，只有他。陆清晨，你这身武功，你不是陆清晨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份陆家用半壁兵权换来的入赘器，沈将军打算瞒到什么时候？既然你都看见了，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当年五皇子想用卑劣手段吞了沈家，这时候你父亲找到了我。你父亲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如今皇帝清算皇子，陆家是太子党，必死无疑，便求我保你一线生机。所以，我与你父亲将计就计，让人看到是你与我上了床。好一个将计就计，居然把皇家耍得团团转。大原主其实见到过沈惊鸿帮他挡刺客，可惜赘婿的屈辱让他偏执，根本看不到这一切。陆家献出一半暗卫兵权作为交换，代价是你陆清晨背负一世骂名，入赘将军府，从此陆家生死与你无关。这10年，你一边要在朝堂长枪染血，一边还要替我这个废物挡下阴司案件。沈惊鸿，你当真以为自己是铁打的？这本就是我和你父亲的交易，沈惊鸿从不欠人情。无事，就当我欠你的。想好了，若真这样，这软饭你怕是再也吃不消停了。消停有什么好？我陆清晨就没消停过。
禁军校尉提前来了，沈家半个时辰后，沈家满门，战力决。皇帝这是疯了！陆清晨，这就是你说的经营班底？你让墨染堂的人潜伏进来了？是我散尽了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私房银钱，才雇了墨染堂这尊杀神。去告诉你们堂主，价码翻倍，我要陆家人的命，少一个，尾款你们一分也拿不到。陆公子此前委托我楼查探的路线已清空。红袖姑娘，既然我夫人在场，情报便直接交由她，告诉天风楼楼主，这笔情报费，陆某来日必登门重谢。陆公子，禁军稍微一乱，未免是唯一的缺口。陆清晨，你倒是长本事了，竟能让听风楼和墨染堂同时为你卖命。要银子给够，这京城没什么买不到。沈惊鸿，本郡主听闻沈家要被皇帝灭门了，特地来带路公子走，你若敢来，清晨，你陆清晨，你竟然一直都在骗我！什么身不由己？说沈惊鸿对你不好吗？为何要看我像个跳梁小丑一样为你生存下跳？如烟，别闹了。你骗我说你被沈惊鸿欺辱。傻丫头，我若不装的窝囊些，不装成那个任由神府拿捏的废物，皇帝又怎会放过你这个整日围着我转的郡主？我不让你知晓，是因为我不愿你那双干净的眼睛沾染着皇权最肮脏的算计。那现在呢？皇帝要灭沈家。如烟，若你还信我，便带着你的1000人亲兵，守住皇城南大门。陆清晨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。长公主抚亲兵听令，随本郡主去守南大门，山入者杀无赦。你这玩弄人心的手段，当真是比你的武功还要高明。夫人，时间不等人。墨染堂开路，沈家安危断后。今日我们要让禁军死在来神府的路上。求帝老爷！敌国大军破关了，快撤回皇城护驾！墨染堂听令，不必生气。这些抛弃袍泽、只知内斗的酒囊饭袋，不配活到敌军入城。紧急押解，皇帝必然会弃都，我们去守城。是，现在我们要去接管这大庆的脊梁。还好，梁上陛下，那百姓怎么办？满城将士怎么办？这才是大庆的命！朕活着，大庆就在！快跑！沈将军还没来，我们死定了！
沈家军主帅在此，三军听令，敢有后退一步者斩。皇帝弃你们如草芥，本座待你美言。首领弃城，那是他的软弱，有我坐镇，是你们的转机。情报已封锁，敌军动向尽在掌握。墨染堂拜见堂主，斩首任已出鞘，只待主子点兵。请阁主调配。听风楼，九州阁全是你的人。陆清晨，你到底藏了多少？夫人，这都是为夫用你的软饭打下来的江山。一个弃城之都，杀进去，金银女人全是你们的。前为3，连弩准备。阵型收缩，引敌入瓮。初心，给他们看点新鲜玩意儿。遵令。今日教你们一个词：绝望。你果然是为了护我周全，才不惜暴露身份，哪怕与这天下皇权为敌，也要站出来保住我吗？为了陆郎，随本郡主杀光这些杂碎！谁敢踏入城门一步，本郡主灭他9族！楼主，敌方中军旗号有变，3支重甲骑兵突然失去了踪迹。不是撤退，是遁入迷雾，利用山谷回音制造佯攻。主帅要亲自带精锐骑袭城墙根部的暗水渠。惊鸿，正北30度，遂10里右侧回马枪，杀！陆清晨，这辈子我再信你这最后一次。一将一死，随我评论。夫人辛苦了，这回马枪用的比我想象中更绝。陆清晨，你给的坐标最好每次都这么准。楼主，急报！弃城而逃的皇帝借来的10万秦王大军，现在正掉头杀回。掉头杀回？他逃命的时候怎么没见？这股很近。皇帝打了收复皇权的旗号，说您和沈将军趁乱谋反，勒令您开城投降，否则按乱臣贼子论处。
全城百姓拼死守城时他在哪儿？现在敌军退了，他倒想回来收网杀人了。看来这碗软饭，皇帝是不打算让本座安稳吃下去。臣乃大清真龙天子陆清晨、沈金鸿尔等叛臣逆子，还不归迎圣驾，开城受死。百姓受难时，天子远遁；京城将破时，龙袍蒙尘。现在孤城守住了，你也配自称真龙？你犯了天了！来人，给朕攻城！三军听令，关门，起桥。攻城！给朕攻城！谁先杀入城中，官升3级，黄金万两。城外是10万重兵，咱们府库里的存粮和守城军械，真能耗得过吗？这10万人吃的是大庆的粮，既然皇帝不要这江山了，那这粮他们一粒也别想咽下去。传令南边所有商号，立刻切断通往京城郊外的一切运粮航道，凡发现官差征粮，全部接走。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咱们这位真龙天子逃命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。咱的玉山呢？你们这群废物，朕要灭你们9族！你要灭我们9族，不如我们先请陛下上路。陆清晨，朕是天子，你不能杀朕。天子弃城而逃时，你是丧家犬；陷害众粮食，你是卑鄙小人。这大庆的河山，你守不住，也配不上。陆爱卿，朕迁都，朕禅让。只要你饶朕一命，这天下都是你的。哼，这天下本就是我带人守下来的，何须你让？令天下暴君已废，即日起为镇国将军府平反，凡受愿者皆由新朝补偿。万岁！这户部呈上来的预算是觉得朕不识数，重写。是，臣告退。陛下，今日这火气是昨夜没睡够？猩红姐姐，你又拿这些破折子烦他。清晨哥哥，这是如烟在府上亲手熬的补汤，你快趁热喝了，会儿还得陪我去逛园子呢。柳如烟，这儿是金銮殿，不是你的郡主府。陛下的时间，本宫已经预定了，要去校场。哼，预定？清晨哥哥最爱喝我熬的梗汤，他肯定选我。唉，朕费尽心思清算暴君，本以为当了皇帝就能彻底躺平，不再受人拿捏。要不这江山都送你们了，朕继续吃软饭。